敛财成为能力的象征，炫富成为高贵的表现，整个社会都在一种病态的追求中沉沦。尚书任恺跟皇帝置气，可以堂而皇之地说，一顿饭1万钱，寒酸的我简直没有能下筷子的地方。晋武帝司马炎吃了一道蒸猪觉得很不错，问王继是怎么做的。王继回答说，这只猪从出生到被杀只吃人奶。王继在洛阳城外给自己建了一个跑马场，让人用彩线穿着铜钱在地皮上绕了好几圈，整个洛阳的人都震惊了。跟人打赌闹着玩，赌注起步价就是1000万钱。另外一个，石崇和王恺斗富，王恺用糖浆洗锅，石崇就用蜡烛烧饭。王恺用紫丝布做布帐40里，石崇就用锦绣做布帐50里。石崇用胶泥香料粉刷墙壁，王恺呢就用赤石蜡玉石涂墙。武皇帝司马炎就悄悄地帮助王恺，赏赐他皇家珍宝一株2尺高的珊瑚，枝繁叶茂，世间罕见。石崇见了是眼皮都不抬一下，随手用铁如意梆几下就给凿碎了，从家里搬出来好几株高3、4尺的珊瑚，光彩夺目，宛若星辰。如果有幸你在石崇家上一次厕所，就等于当了一次神仙。厕所金碧辉煌，四周挂着巨大的绛红色蚊帐垫子，两侧10多个娇艳的美女手捧着香袋列队伺候，帮着如厕者擦屁股。上完一次厕所，衣服就要扔了，换上新的，以至于裴启在这间厕所上就死活上不出来。丞相王导呢，他宁可憋着也不在石崇家上厕所。刚刚走上统治地位的士族门阀阶层长长的吁了一口气，他们是又窃喜又后怕。原来像曹操那样不信任士人集团，多次出台求贤令，提拔下层寒门来充当官僚队伍，坚持捍卫中央集权的强势君主，只是秦汉帝国的回光返照。像刘备、诸葛那样强调奋斗百折不挠，人心人治，在意识形态领域严格约束统治阶级，号召甚至强令官僚阶层励精图治的君主，只不过是上古遗风的伪调而已。当物质的欲望张扬到了极致，豪奢嚣张开始逐渐走向病态。石崇斗富这还不算完，在我晋，钱有什么值钱的？人命才值钱。石崇在家请客吃饭的时候，每一位客人身后都有美女服侍醒酒，如果客人不喝酒，当即推出门，就把美人斩首。后来五胡乱华在江东勉力支撑起东晋朝廷的丞相王导，酒量素来就不行，他每次到石崇家吃饭的时候都强逼自己喝下去。而王导的哥哥素来豪饮的大将军王敦却故意不喝酒，酒转了3轮，石崇已经砍下了3个美人，王敦就是不喝，还在装犊子。王导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美人悲剧失色，劝他喝2口。这时候王敦反而急了，说他杀他的奴婢，关我什么事儿？怎么体现富有啊？奢靡铺张，故意浪费，钱不当钱就是富。怎么体现贵呢？扭曲变态，肆意妄为，无人敢管就是贵。政府主张勤俭节用，他们偏偏铺张浪费，钟鸣鼎食。皇帝号召忠孝节义，他们偏偏大谈特谈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历史最终走到了道德风气日益下滑的大晋王朝。末日到来之前，意识形态首先沉沦，士人门阀阶层的欲望得到彻底释放，统治阶级全部都沉浸在穷奢极欲的享受之中。意识形态大扭曲的背后是人才选拔制的病变。黄初元年，曹操刚去世，新的魏王也就是魏皇帝曹丕便迫不及待地纳了9品官人法，当官发财靠老子，以成文法的形式迅速在帝国推广开来。在此之前呢，严峻残酷的乱世尚且能将士族拧成一股绳，为最后的胜利团结战斗。无论是曹操还是刘备，都在人才选拔上不拘于一格，尤其是曹操，更是有意打压士族阶层，3次求贤令，核心宗旨也就是一个，不能让门户私妓的士族在魏国做大。然而呢，士族门阀改变不了坚硬如铁的曹操，就去做曹丕的朋友，影响他的接班人。撼动不了志存高远的刘备、诸葛，就在他们死之后，悄然地将整个蜀汉的政治风气慢慢塑造成投降派，并以此压迫后主刘禅。等到晋朝开国，9品中正制已经夯实了40多年，无论是在朝在野，充斥着或贤或愚的各种二代。注意，贤或愚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得是二代。
宣皇帝司马懿忙着夺权，景皇帝司马师忙着镇压，文皇帝司马昭忙着路人皆知捅死天子。哪有人去做人才制度建设呀？为什么要去做制度建设呀？我只想当天子，至于天下糜烂与否，跟我没有关系。武皇帝司马炎提拔重用一个寒门张华，好像捅了那个马蜂窝似的。打仗有了一点迟滞，大将军司马甲冲请杀张华以谢天下。中书监荀彧自以为是出身大族，憎恨张华得宠，天天伺机将张华调出朝廷，外出任职。那等到朝廷想把张华再调进京的时候，博士祭酒冯辉是死活不同意，跑到司马炎面前一顿闹。不说了，心累。九品中正制事实上是对秦汉时期选官制度的倒退，是对世俗大家政治特权的默认。从此呢，由朝廷和皇帝选拔人才给予官职的选官制度彻底扭曲解体，变成由世家大族选贤举能，选自己的子弟举亲朋的能人。秦汉时期效忠皇帝效忠朝廷，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还能代表国家利益。如今在我晋，朝廷和皇帝都是假的，无论皇帝怎么换，朝局多么烂，什么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国土沦丧了、神州陆沉了，都不关我的事儿。我只要做那个仅存的人上人就行了。以及还有最后一根压死骆驼的致命稻草，武皇帝司马炎的傻子继承人问题。孝惠皇帝司马衷创造的不仅是历史上有名的愚蠢型地狱笑话何不食肉糜，还造就了最狂妄的后宫乱政贾南风，最菜鸡的藩王作乱八王之乱，最危险的中华文明差点毁灭衣冠南渡，最痛心的中原100年废墟五胡帅兽10人。当然蛮夷像迷雾一样包围着华夏，是一个系统性的长期历史遗留问题，这个咱们准备下期讲。总结一下吧，在魏晋善代之际，士族二代们不是站错队被残酷清洗，就是被大佬们当枪使。面对残酷真实的政治斗争，他们是不成熟的，于是呢，开始了纵情享受，抛弃一切的底线，嗑药、裸奔、醉酒、赌博、炫富、虐杀、奢靡，在上层社会上变得极为常见。他们藐视皇权，摩拳擦掌，想成为第二个司马家，又在淮南3叛中损失严重，被司马家几万人的被灭族。他们渴望获得权力，想要挣脱曹操、曹睿式的集权朝廷。然而旦夕之间，抛弃曹氏，拥护司马，进入歌舞升平的大晋之后，却又将道德和责任抛之脑后。他们贵为朝廷砥柱，却对自己的欲望丝毫不加以约束，不断在危险的边缘试探。又一个个化身为鄙视体制的意见领袖，大谈魏晋玄学，摒弃君臣纲常，以虚无缥缈的宇宙真谛去消解皇帝的正义性。转型期如约而至的到来了，但他们却没有做好准备。当虚无主义、享乐主义充斥朝廷的时候，还有一些人在隐忍着、冷眼旁观着。索敬在铜骆驼前叹息说：“天下将乱。”悲叹地说道：“这洛阳宫还要你这铜骆驼早晚成为废墟。”祖逖和刘琨在文姬起舞当中奋发努力，相互约定四海沸腾之后，你我要相避于中原。匈奴的第一个皇帝刘渊，此时在首都被各方势力忌惮，时人评价蛟龙得云雨，非复池中物，已经令皇帝动了杀心，却又无可奈何。后赵皇帝石勒当时还在被当作牲口卖来卖去，距离他第一次拥有汉族名字还要好几年，但距离他围杀晋朝最后仅剩的20万军队却没有几年了。他们是开启乱世的钥匙，也是引领隋唐光明的第一批献祭者。300年大乱世开始了。